来看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哦。有一个非常诡异的红色桌子，发现了一个柜子，你们觉得要把它打开来吗？其实我不太敢看到里面是什么东西，我看一下哦。其实我自己搭过，其他吃不太出来有温泉。待会我们就要去爬271阶梯，现在通往的位置呢是在Hello， 我现在收看的是 Toma 南马后走，我是 Toma， 睽违了2年，终于又回到了松山机场，还是没有办法出国去玩。不过我们这次要玩的是台湾的离岛马祖。想知道我们在马祖去了哪些地方，别忘了要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待会见喽，拜拜。现在我们呢要准备上飞机啦。这次我们所坐的呢是 ATR 酷企鹅的专机耶，觉得非常的兴奋。我这次是第2次搭 ATR 的专机，上一次搭 ATR 呢是曼谷飞苏梅岛的时候，这里面大概会有70个座位，然后是属于螺旋桨的飞机。你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飞机，还是非常的安全的。我们北竿见喽。的班机抵达了马祖北竿机场，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。一开始是由北竿机场到后期才有南竿机场。如果坐飞机来的话，南竿机场可以搭，北竿机场也可以。从北竿机场的对面可以搭公车到现在我们的白沙港，我们要前往的是南竿，展开我们第1天的行程。北竿到南竿，然后10分钟就可以到了，短短的行程。我们已经抵达了南竿。首先进来就看到妈祖的 Q 版神像，我们赶快去第1个行程。在马祖当然也会有酿酒的地方。我们第1站来到外岛最有名的八八坑道，我们先进去看一下。来到这个八八坑道里面，你会感觉到非常的凉爽。这边的空气呢，也都充满了浓浓的酒味。这整个是花岗岩地形手工所凿出来的，恒温恒湿天然的环境，才可以创造这么好的酒。其实这个通道啊，通到最后可以直接通往战备机场，但是现在呢也都封起来了。我身后的这个呢叫做桃坛，马祖的老酒。桃坛上面会产生毛细孔，果香味又不同，风味越来越的层次。目的每年呢去检验这酒的品质到底好不好，喝起来的味道呢酸酸的，据说是非常的滋养。到后面呢也衍生出一些料理，我们这次来到马祖都会去吃关于老酒的料理哦。在我身后一大桶一大桶的不锈钢里面存放的呢都是马祖高粱，一大桶有4000公升，外面可以卖到700万，它的浓度都是70度到80度，利用蒸馏的方式，还有八八坑道非常好的水质，才能酿出这么棒的高粱。这一间赤鸟咖啡厅完全采用预约制的，我们是预约中午11点。这走进来，下面可以看到整个大海。赤鸟呢，这里是12据点的入口，所以要走到这边的话，往12据点走就对了。看我身后超大的 Tequila。来到赤鸟咖啡，它刚刚上的甜点真的像一幅画一样。现在我点的这一支叫做夏日马祖老酒，加上蜂蜜很大的葡萄柚，我们来喝喝看。我觉得应该是老酒本来的酸，加上它的蜂蜜还有葡萄柚，所以完全融合在一起，完全喝不出来有酒味。马祖夏日来到这边可以点，非常的清爽，推荐给大家。来看看这里面
到有什么东西哦。早期的木桌子，非常多的油画在后面，有一个非常诡异的红色桌子，这里面其实我不太敢看到里面是什么东西，你们觉得要开吗？开一下哦。这边都是湿湿凉凉的，以前的这些战备跑道，如今变成了一个文化走廊，旁边有非常多的艺术品，不知道是他自己画的，或是别人画的。看到了箭头，一张床，非常的潮湿，也可以在这边喝茶，我是觉得蛮不舒服的啦。对，看过去就可以看到中国了。以前这个洞呢，等于就是可以放机枪的一个洞。现在我已经在赤鸟的屋顶上面了，在我身后的这一个大片呢，它就是中国。离我们比较近的地方，这个小岛，它其实是北港。刚刚老板他非常的幽默的说，不要自己人打自己，觉得还蛮好笑的。来看一下这边的风景，有270度的海景，在这边结合了书香文化、咖啡气息，还有一个战备坑道，难怪赤鸟咖啡非常的红。想知道我在南竿还去了哪些地方吗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次精彩的旅程。我是通宝，我们下个城市见，拜拜。这个东西它叫做佛手，它感觉很像小怪兽的脚，我稍微用指甲刺下去，它就可以把它剥出来，拿起看。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，跟鱼肉很像，都是这里马祖的特产。